家里有剩米饭的，不要总是丢掉了，放到开水里面煮一煮。出锅以后就是楼下饭店桌桌必点的一道特色美食，在我们广东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的，大人小孩都特别的爱吃，吃起来不但营养丰富，而且特别的鲜美可口。不管是作为早餐或者是宵夜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最主要的是它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轻松操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呀，我们准备一盘昨天吃剩的大米饭。剩米饭呀，不要总是丢掉了，其实它不但可以做成炒饭，或者是煮粥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首先锅中加水，扣上盖子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然后再把剩米饭给它直接的放到滚烫的开水里面。米饭下锅以后，我们再用勺子将它捣碎，然后再给它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。等到汤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我们再扣上盖子，然后再立刻的调为小火，给它煮大概10分钟左右。趁着这时候，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白贝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满清水，将其浸泡起来。在浸泡的时候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盐，还有花生油。我们先提前的养一小会，让白贝吐干净肚子里面的脏东西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新鲜的大虾，把大虾清洗干净以后，再用剪刀把它的虾头剪下来。这个虾头呀，先不要丢掉，其实它是有大用处的，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我们将大虾剪去头部以后，下一步进行改刀一下。像我这样子采用平刀法，把大虾的背部切开，或者是用剪刀直接剪开都是可以的。把大虾开背以后，再将它的虾线去掉不要。全部的处理好以后，我们先把大虾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几个新鲜的香菇，清洗干净以后，先把香菇腿去掉不要。最后我们再把香菇给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全部都改刀切好以后，我们先将其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再准备小块的生姜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最后再切成姜丝。紧接着我们再准备适量的青菜，什么青菜都是可以的，家里有什么青菜就用什么就是了。我今天用的是春菜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将它直接的切成小段，切好后先把它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把清洗干净的白贝给它直接的冷水放进锅里面煮一下。等到白贝全部的开口以后，我们将其倒出来。在这里需要注意，汤水留着，而白贝去壳备用。好了，现在的剩米饭在经过10几分钟的熬煮以后，已经变成浓稠的米粥了。熬好以后，我们先把米粥关火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个大一点的砂锅，添加少许的油，然后再把切好的姜丝还有清洗干净的虾头放进砂锅里面，开小火给它不停的翻炒一下，大概翻炒个1到2分钟，把虾头里面的虾油煸炒出来。我们将虾油煸炒出来以后，接着就把煮白贝的汤水添加进来。这个汤水是非常鲜的，千万不要倒掉了，拿来煮粥是非常合适的了。这个虾头我们需要给它煮一小会，大概煮个2分钟左右，把虾头里面的营养还有味道完全的煮出来。在经过这样的处理过后，那么煮出来的海鲜粥吃起来就会更加的鲜美好喝了。2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把煮过的虾头给它捞出来，去掉不要。接着我们再把提前熬好的稀饭添加到砂锅里面，将其搅拌几下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再把切好的香菇还有大虾和白贝都添加进来。食材下锅以后，我们再用勺子将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可以让食材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
我们开中火给它煮大概1分多钟以后，接下来开始进行调味，只需要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就可以了。其他的什么调味料就基本的不用放了，因为这个粥已经是本身特别鲜了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将它搅拌一下，把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在出锅之前的1分钟，我们再把青菜添加进来，再继续的开小火煮一小会，让青菜完全的成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阿庞每天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我们将青菜加进来以后，再煮个1分钟左右，让青菜完全的成熟。接着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鲜了，闻起来就特别有食欲。最后我们将它关火，出锅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就这样，一份香喷喷的砂锅海鲜粥就这样子做好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海鲜粥，吃起来特别的鲜美，简直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更加的好吃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喝粥的，那么今天这个做法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